一饼好茶足以传世。生普茶学院由龙马同庆号冠名播出。普洱茶是历史以来形成的云南特有的地方名茶，是以云南原产地的大叶种晒青茶及其再加工而成两个系列，直接再加工为成品的生普和经过人工速成发酵后再加工而成的熟普，形制上又分散茶和紧压茶两类，成品后都还持续进行着自然陈化过程，具有越陈越香的独特品质。普洱茶是地球上最天然的健康饮品，它生长在高海拔的热带雨林之中，其外形条索粗壮肥大，色泽乌润或褐红，滋味醇厚回甘，具有独特的沉香味儿，有美容茶之盛誉。本期生普茶学院，让我们通过不同嘉宾的讲解，全面了解这款具有1000年历史的茶品吧。茶学院爱茶人的独家课堂，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普茶学院。大家好，我是本堂课的主讲老师吕才友老师。吕才友，云南农业大学龙润普洱茶学院院长，云南普洱茶协会常务副会长。相信电视机前很多茶友都喝过生普茶，但关于生普茶的知识并不了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生普茶。普洱生茶和普洱熟茶分别属于什么茶类？都是黑茶类。黑茶吧？黑茶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应该是属于黑茶类吧？都属于普洱茶，我觉得，但是它一个是经过发酵的，另外一个是没有经过发酵的。我们知道茶叶的分类是把茶叶分为6大基本茶类，这种分类的方法是制法结合品质特征进行分类的。当然，也从根据茶叶的发酵程度，以把茶叶分为前发酵茶、半发酵茶和不发酵茶。但作为普洱茶来说，它分为生茶和熟茶。那对于普洱茶说，到底属于6大基本茶类的哪一类茶？由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所谓生茶，是指鲜叶采摘以后，经过摊凉、杀青、揉捻、太阳干燥以后，再经过热力作用的蒸压，形成各种形状的普洱茶，叫做生茶。生茶由于它天生丽质，所以生茶茶性十足，汤色显得黄如明亮。一般建议生茶经过一定的储藏时间更适合饮用，因此生茶更具备普洱茶里面的一沉一香的特性，在收藏和储存中更有它的独特性。所谓生茶，是指普洱茶新鲜茶叶采摘完以后，经摊凉、杀青、揉捻、阳光晒青等工序后，蒸压成各种形状的普洱茶。所谓熟茶，是指普洱晒青毛茶经渥堆工艺发酵后而形成的普洱熟茶。熟茶汤色红艳明亮，香气沉香，滋味浓醇回甘。茶叶里面的发酵有2种类型，一种是以多酚类物质为主的酶性和分酶性氧化过程，另外一种发酵是指有微生物参与的发酵。普洱茶在发酵里面既有微生物的参与，又有酶性、分酶性的氧化，特别是热力作用和湿热作用后，促进多酚类物质的变化。正因为如此，所以普洱茶后发酵作用更为特殊。无论是生茶和熟茶，作为普洱茶来说，都有它的独特性。从普洱生茶的特点来说，它有类似于绿茶的一些特性；作为普洱熟茶来说，它有独特的后发酵工艺在里边，所以它也有后发酵茶的特点。因此，
我们认为普洱生茶和普洱熟茶总体来说更接近于黑茶类，所以我个人建议普洱茶的分类应该是属于普洱黑茶类。如果考虑到普洱茶的本身的特殊性来说，我觉得应该说它有独特性，所以我给它形象的比喻为叫做非常6+1。那什么样的原料才能制作出优质的普洱茶呢？2008年我们制定了普洱茶的国家标准，在普洱茶的国家标准里边表述的普洱茶的定义是，普洱茶是以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为原料，并在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采用特定的加工工艺制成自有独特品质的茶叶。而且在这里边有4个关键词，第一是特定的汽油类，第二是原料应该是大叶种晒青茶，第三独特的加工工艺，第四形成独特的风味品质的茶叶。这4个点符合这4个点的，就是我们的应该说就是我们正规的优质的普洱茶。在普洱茶的国家地理标志范围内，包含昆明市、义溪、普洱、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等11个地州市的75个县、639个乡镇。为这些地方产出来的，按照4个基本的条件生产出来的茶叶，都是符合普洱茶标准和要求的定义的优质的普洱茶。普洱茶有很多花色品种，比如说我们有散茶，有紧芽茶，紧芽茶又有砖饼坨等。在普洱茶的标准里边，我们规定普洱茶是分为生茶和熟茶，而作为生茶只有紧芽茶，普洱熟茶有散茶和紧芽茶之分。散茶是指晒青毛茶经过独特的后发酵作用以后形成的11个规格清晰的花色品种。散茶没有经过压制，所以叶子表现的外形表现的松散完整。饼茶又称岩茶，标准的饼茶主要是指瓷质饼，一饼的话是重357克，每期饼为一提，一提加起来正好5斤重，所以俗称瓷质饼。为什么是357克的重量？一方面是为了标准化，为了计量的方便的需要。另外，7少数民族文化里边，7也是一个极强的数字，象征着多子多福。另外，7跟妻子、儿子也代表在茶马古道的路上，茶人对妻子、儿子的思念之情，所以起谐音妻子，也代表寄托了一种茶商、茶农思念亲人的一种寄托。砖茶、饼茶、沱茶都属于普洱茶紧压茶类，之所以做成不同形状，是茶马古道时期为了方便运输，遥远的路途中也方便储存。同时，在紧压茶压制过程中，有着独特的热力蒸压过程，使茶叶在后期储存过程中品质能得到进一步的转化。砖茶、饼茶、沱茶的谐音，也有着茶行天下、天地方圆的美好寓意在里面。以上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有关普洱茶的一些基本知识及普洱茶的标准。像作为普洱茶，作为一个云南历史上就很有名的一个茶类，它的发展过程是比较历史悠久的，它是天生丽质，在仓储过程里边仓储价值比较高，要有更多的一城一乡的发展潜质在里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说对普洱生茶应该是加大对它的进一步的研究和明晰，特别是生茶在储存过程里边如何接近，或者这种储存的变化过程到底是怎么变化的，我们还有待下一步进行深度的科学研究，使大家
更有机会深度的了解普洱生茶。下面是茶友问答环节。买回来的生普是不是都已经存放了3年，可以喝了？买回来的生品是不是能喝？我觉得这个的话是应该说不一定要存放3年。我这里说的所谓的存放3年的话，是有一定的存放期，那它就是口味会有所变化。按照商品的特性来说，无论是熟茶或生茶，只要是作为商品上市以后就可以喝了。只不过是生普有它储存的一个价值在里边。生普的特性的话，本身它就是滋味比较浓郁，所以的话建议说收藏一段时间的话喝，可能说口感会更好。普洱茶是不是只有普洱市产的才是最正宗的？从普洱茶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知道，普洱茶不是仅仅是普洱市所产的茶，而是指符合地理标志规定的这个期由内生产的符合普洱茶标准的茶叶都是普洱茶，所以就包括我们75个县市的690几个乡镇所产的茶都是普洱茶。普洱茶是不是有减肥作用？关于普洱茶是不是有减肥作用，这里的话，因为这个问题我相信是很多茶友和消费者都很关心的问题。严格意义上来说，所有茶叶都有一定的减肥作用在里边，只不过作为普洱茶的话，这方面的功能表现成更特殊。除了传统的我们说的茶多酚、咖啡碱和茶氨酸等特征性成分以外，其他的比如普洱熟茶里边，我们还有这更多的普洱茶多糖，还有麦石子酸等等，这些物质的存在都对人体的减肥作用有一定的作用。今天的生普课堂就到这里。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分享了普洱茶的分类、普洱茶的定义、普洱茶的不同花色品种，不知道茶友们都听懂了吧？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大家。下堂课，云南龙马同信号公司董事长李木强老师将为大家讲解普洱茶的历史与老字号。雍正皇帝他就是亲自赐予给龙马同信号这个龙的图腾。普洱茶的老字号有哪些？发展至今又经历了哪些改变？那后来孔明就把普洱茶的茶籽又引入到内地。下周2晚8点，生普茶学院精彩继续。